哎呀，徒弟们怎么有点紧张呢？我这就到了。师傅，我们不是要去雪月城吗？怎么这上面写着下关？这座城啊，以前叫做大长河，虽然名字里有一个大字，但实际上它很小很小。此地地处偏僻，风景优美，与世无争。后来来了4个绝世之人，于此隐居，却又阴差阳错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此，这座城也就越来越大，最后分成了上下2城，一为上关，二为下关。下关风，上关花，苍山雪，洱海月。后来人们就把这上下2关统称为雪月城。我刚才说的这4位绝世之人当中，唯有一名剑仙有一脉后代留下，人们就推举这位后代成为了这雪月城的城主，到现在是一名女子。这名女子喜穿红色，眉心一点朱砂，面容绝世，剑法通天。她就是我的心上人，我每天做梦都能梦到她。哎呀，我真的是太喜欢她了。师傅，你可是真紧张啊！什么？人一紧张就容易话多呀。师傅，您都活了快200岁了，还是不能免俗啊！哎，去！哎，有人来了！别紧张，自己人。你究竟是谁？洛姑娘，好久不见，失礼了。在下南宫春水。我怎么不记得我认识一个叫南宫春水的人呢？那是因为我们见面时，我还不叫这个名字。果然是你！你还来做什么？师傅，他就是你说的心上人，怎么感觉一点也不待见你啊？你胡说什么？我跟洛姑娘那可是两情相悦，一见就私定终生了的。呸！你个浪荡子负心汉！洛姑娘这么多年不见，脾气还是一样的火爆。你是天下第一，我杀不了你，但我也不想再见到你了，滚！哎，公子师父心丧，所爱之人将嫁人妇，不恨吗？你是谁？我知公子想要变强，我呢，正好有一门武功，可以让你变得更强。我说，你是谁？天外之天，方外之地，我叫月清。不太认得，没有兴趣。
怎么就不感兴趣了？你师父跟李长生斗了一辈子，你难道不想完成他的夙愿，打败他的徒弟百里东君了？你知道百里东君？你和尹落霞长相相似，你们是姐妹。怎么，带不走百里东君，便把主意打在我头上了？不必了，我是不会跟你们走的。别再跟着我，不然下一次就没那么好说话了。叶鼎之，叶鼎之，她要嫁人了，你就不想把她抢回来吗？你们的朋友来看你们了。尹师之，你怎么来了？幸亏你不用打，那几个老家伙太不是人了。我来给你们送些伤药。哦，对了，先生说，若是你们打不过登天阁16层，就让你们滚。而且以后也别叫他师傅了。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吗？那能怎么办呢？能怎么办啊？那就打呗。疼。那我轻点儿。刨去妹妹的身份与你想要做的事，也刨去那些冷冰冰的权术筹谋，你喜欢这个百里东君？我没想过这个问题。那就现在好好想想。阿姐，他你笑了？哎呀，怎么还脸红了？你喜欢他呀？我应该是有些喜欢的吧。哎，你说，这同样都是师叔，怎么你只配我给你上药啊？羡慕羡慕？哼，当年我练枪受伤的时候，那可是教坊最美的女人给我上的药，这有什么好羡慕的？你笑什么？你别不信啊！我说的是真的。哎，你走什么啊？我说的真的是真的呀！哎。百里东君，你还睡不睡了？我睡不着啊。
哎，有什么事儿跟我说说，我就当舍税陪君子了。哎，司空长风，说来我们认识这么久了，还没聊过彼此的过往呢。你可还记得我的自白？来也空空，去也空空，故为司空。也愿化作长风，一去不归。所以你叫司空长风。是啊，这就是我想象中的一生。提着一杆枪，骑着一匹马，游荡在这世间，最后啊，醉死在一间寺庙前头。去也空空。这也是我的前半生，来也空空。哎，你还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吗？我曾经跟你说过，我失了忆。我开始有意识的时候呢，是从一间破庙中醒来。当时啊，我就觉得自己饥肠辘辘的，于是便摸爬着走上了街去。可是身上呢，一个铜板都没有，只能看着别人吃东西，干瞪眼。后来呢，有一个穿着破破烂烂的少年，他给了我一张饼。他问我叫什么，我说不知道。于是，他便让我跟着他混。我也不知道自己当时几岁，只记得那少年呀，跟我一般高。他说自己13岁，于是，我也便当自己是13岁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叫司空长风。别这个表情看着我，显得我怪可怜的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其实啊，我觉得自己没什么好惨的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这不是挺开心的吗？好了，我说完了，说说你吧。我呀，我从小就不喜欢习武，喜欢酿酒，然后就拜了酿酒术天下第一的古陈师傅。后来，古陈师傅死了，将西蜀剑歌传给了我。从那以后，我便下定决心要好好习武，随后就拜了武功天下第一的李先生为师。你这是在炫耀？没有，我只是……好了，我就是开个玩笑，你只是真的这么顺遂？是啊，现在我好像唯一没有实现的，就是娶仙子姐姐过门了。可是，我现在怎么了？啊！你不会是喜欢上尹师侄了吧？司空长风，我不是那种轻易会变心的人，只是他们两个的眼睛长得太像了。我不是在给自己找借口，是真的太像了，像到我有时候看尹师侄眼睛的时候，会恍惚间像是回到了初见他的那一晚。那既然他俩这么像，你怎么知道你喜欢的是尹师侄，而不是你那仙子姐姐的替身啊？你别乱说话。什么替身啊？才不是替身呢！这要被听到，可又要被误会了。那既然他俩这么像，又不是替身，那是什么？人有相似，但感觉却是不同的。叶鼎之，她要嫁人了，你就不想把她抢回来吗？怎么可能不想？我做梦都想。还有不久，她就要穿上红妆嫁给别人了。东君，我要抢的人是你师兄未来的嫂嫂，到时候你会对我拔剑相向吗？
百里东君，我还是第一次这么完整的听你说这些事情。哎，你这关不好过呀。也不是，若是想通了，便也能过。长风，我忽有感悟，走，陪我过上几招。啊？就是方才那种感觉。唐门之中，观师傅散功一战之后，心中一直有股真气不散。方才终于找到了那股气，再来。好啊，你们俩打得尽兴，也带我一个。啊个屁！来吧！好漂亮的一剑，这一剑，谁教给你的？长风，我不是和你说我忽有感悟吗？于是我便再悟，就悟出了这一剑。剑名呢？这一剑名为相思。百里东君，闯过登天阁之后，你最想干什么？我还真没想过。硬要说的话，我或许想进那上官城里好好睡上一觉，我们痛痛快快喝场酒。好。弟弟啊，这么关心我这2位徒弟啊？是你？你什么你啊？叫姐夫。哼，滚！哎呀，动什么刀嘛？啊？哼，上次见到你，还是个这么高的毛头小子，吵着闹着说要练刀法，但是家里非逼你练剑，这把刀还是我送给你的，这么大的恩情都不记得了？你怎么知道？难道真是你？可你怎么……说来话长，干脆就不说。啊，其实我上次骗你的，这混元刀法呀，配着混元功确实不错，但是鲍一并没有更强，却会更浪漫。你真的很无聊。我说你们怎么天天来这找打，还没打够啊？当然够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让你们一挨一顿打。怎么样？觉得我这2位徒弟这次能闯城吗？你看不就知道了？应该不会让你失望。哼，这2个臭小子还真不错。尹师侄，一个人喝酒，是不是有点孤单啊？百里师叔，夜里这样对女子说话，很容易被认为是登徒子的。怎么会？我看话本上说，月下相逢，墙头马上，是很浪漫的。料想尹师侄这里也没有什么好酒，毕竟没有人比师叔我更会酿酒了，所以便给你备了些好酒。哇，这么大方！
不愧是我的百里师叔。百里师叔，那你后来是怎么赢的？因为一些机缘，我自创了一剑。机缘？嗯。什么样的机缘？那既然他俩这么像，若不是替身，那是什么？人有相似，但感觉却是不同的。对仙子姐姐的惊鸿一瞥，那一瞬间的心动，自然是真的；而与尹世直的朝夕相处，共同拥有的记忆，对他产生的喜欢也是真的。如果非要有个比较，那仙子姐姐就像是海中的明月，而尹世直，他便是人间的烟火。海中明月，我自然是很喜欢的。若说可望不可及，也并非如此。纵剑踏海而去，也可邀月九天。曾经的我，渴望被明月的光辉照耀，而如今我却觉得，月圆月缺，日升日落，怎样都好。只要人间的烟火在我身边，我们一起，每天开开心心的便好。百里师叔，百里师叔，什么机缘啊？这个嘛，好吧，赢了就好，赢下这登天阁，你也算是一流的高手了。以后啊，那就算是名扬天下了。那你是不是就能去见你心心念念的仙子姐姐了？见，当然要见，不光要见，还要好好的见。怎么了，尹世直？今夜月色正好，趁着月色，赶紧喝酒才是啊。吹得不错，颇有相思之情。哎，怎么想你的良人呢？师傅，你怎么知道？哼，也是，这世上就没有师傅不知道的事。他呀，他也不算是我的良人，我们也就见过2次面，是我上次对他动了私心，而他好像对我没什么想法。不过我们既然已经见了2次面，或许什么时候可以见第3次？3次相见，总可以说一些憋在心底的话。就是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听了。师傅，都是些小事，让你见笑了。杨柳依依，儿女情长，这可都是大事。所以你打算什么时候见这第3面？我也不知道，或许等我再闯荡江湖，等我把这个枪法磨砺得足够强的时候，足够有底气站在他面前的时候。志向不错，磨砺枪法怎么磨砺啊？
啊？这就靠你80还是90的追虚枪啊？可我只会追虚枪。只会追虚枪？对啊。你怎么不想想，你可是有个天下第一的师傅呀？对啊，师傅，难道你会剩下几式的追虚枪？怎么还想着追虚枪？你都拜天下第一为师了，怎么不想想更高级的招数啊？更高级？就比如什么？哼，金龙变。金龙变。金龙变，没有龙怎么行啊？看清楚了吗？一共33式，除了最后那一招化龙，都看清了。最后一招是幻术，不是枪法，能看清就有鬼了。不过看得清跟学得会可是两码事儿，不然跟别人打一架，人家就把你的招数学去了，这哪行啊？我跟你师娘要去云游天下，没有时间在这一招一式的陪你练了。不过按你的天赋，应该也不需要我来教了吧？拿去，自己练。多谢师傅。你呀，应该算是我徒弟中最幸运的。师傅何出此言？我的剑法是天下第一，刀法是天下第一，这拳法和掌法呢，应该也算是天下第一。唯独这枪法，我还真算不上什么。这百里东军和萧若风，刀剑耍得再好，又岂能超过我？但是你不一样，你若成了枪仙，那可就是天下间独一无二的枪仙。师傅可真是高看我了。嘿，这可不是高看。百里东军出身名门，萧若风出身皇室，叶鼎之乃名将之后。唯独你一介浪人，生于天地间，以天地为家，却能与他们并肩，你敢说这不厉害？别让我失望。下次再见面时，我可是要喝你的喜酒。哎，你们俩小心点啊！哎，对，哎，往上点，往上点！哎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！哎，好好好，下来吧。哎，你呀，我告诉你，去后院，听着没？哎，好嘞。哎，快去吧。兄长，若风，还未恭喜兄长即将得偿所愿，迎娶嫂嫂过门啊！若风，来得正好，为兄有件事情要交给你办。兄长直说便是。你看啊，这婚礼上还有很多细琐之事，为兄实在抽不开身，所以这宾客名单还得麻烦你替为兄好好理一理。这有何不可？兄长放心即可。好。来，看看怎么样？影宗和皇室结姻，
这种事自我北离建国以来，一次也没出现过。但锦儿求姑赐婚的时候，姑还是同意了。你觉得是为何？圣人之心，奴才怎么会猜得到？你跟了姑数十年，你是什么人，姑又怎么会不知？你心思素来重，又何必和姑说这些场面话？但说无妨。影宗为北离开国8大柱国之一义将军所创，以护卫皇城。听名字便可知，这是注定生活在暗处的一把皇室利刃。义将军一心为国，不求虚名，此等忠心，着今感佩。一代传一代，能有几代？至少到目前为止，他们还未有过二心。有过的，不然姑是怎么当上皇帝的？影宗早就不是纯粹的萧氏守护者了。上一代姑选择了他们，这一代锦儿选择了他们。结党营私，可是杀头的大罪。除了开国先祖，有哪位皇子没有党羽？既然锦儿选择走这条路，那姑就推他走这一步，别太过分就行。那亲王殿下，老二啊，颇有些狠劲儿，野心嘛，哪个皇子没有？姑允许他有野心。哎，不过他最近好像消停了许多。但不管最后结果如何，锦儿可能会杀他，但风儿绝不会。陛下似乎格外喜欢琅琊王殿下。你是在揣测姑的心意？奴才不敢。